我在湾区呢，回想一下，从2003年到现在，全职已经做了23年。那我到底能够帮你做什么呢？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房，可能心里已经也有几个经纪人的备选，那你也可能你有这个念头，再四处看看。那我想今天就跟你聊一下我自己吧。我的优势之一呢，是会先习惯的先聆听你的情况，然后再出方案。卖房呢，大多数的经纪人都有一套标准的流程，会告诉你怎么 stage， 怎么拍照，怎么定价，这些都对。但不见得适合你。那我的方式呢，就是会问你很多问题。你为什么要卖房？你是卖房的时候呢，你是从时间上有什么要求？是 financially 是什么的 objective？ 你现在的房子是什么状况？你心里大概想买多少价钱？那每个人的情形不一样，所以可能我会对每个人的 suggestion 也不一样。可能谈完以后，我会跟他讲，就不用卖了。我觉得还是对的。并且呢，从房子的装修来讲呢，有些房子需要大装，因为这样做了以后，从卖家上会有更多的 return。那有些不需要，有些大概怎么做一下就会 again， 就是最主要的是一个 ROI 嘛。那我还有很多买家是在远程，也有海外的，所以他们就全权交托。有些卖家想要全程参与，那有些卖家的话就想是 hands free， 就全部交给我们。这是在工作上养成的一个习惯，面对不同的客户、不同的处境，会给出针对性的一些处理方式。优势二呢，我对湾区的市场已经太熟了，不会被短期的波动带偏。从91年来到湾区，一眨眼已经有30多年了。刚开始来湾区的时候，那时候的经济很淡，到处都看到佛利斯在那个 building 一个个，到最后看到互联网兴起、互联网泡沫、金融危机、subprime 的里面的事情，这个整个故事我可以讲一堆，并且经历过疫情的暴涨，每一次的市场的起伏我都在。这些东西都是没法速成的，你必须亲自经历过，才会知道热的时候应该冷静，冷的时候也不用太慌。市场热的时候，我经常跟客人说不用急，不用急，冷静判断。市场冷的时候，我也会跟客户讲不用慌，咱做分析，用数据说话。我的判断不会跟着新闻标题跑。优势三，我习惯在别人觉得结束的地方多看一眼。合同签了也不代表已经结束了，这是我常跟客户说的一句话。通常经纪人的逻辑是流程做完了就圆满了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但是呢，我会愿意为你的房子多花时间。有一次我帮客户买了一栋300多万的房子，因为呢这是 COVID 刚刚开始的时候，然后那个 seller 呢也是一个 for sale by owner， 他 disclosure 呢也都没有全部做完，所以呢我们的 offer 就写了一个有 contingency 的一个 offer。合同签了以后呢，卖方呢就给了我一个 disclosure。其实房子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说那时候是 COVID 刚开始嘛，他们又是从外州过来，我记得是 Colorado 州过来，所以他们对这边也不是太熟悉。我是代表买方嘛，所以就尽量就帮买家又重新价钱抬出来，谈下去好几十万。其实并不是房子有大的问题，但是就是 leverage 他们的 seller 的一个心态嘛，他们是 for sale by owners， 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我把他们带入我想要的一个 situation 吧。就这样子谈下来呢，就省下来好几十万，对我的买家来讲非常的 surprise， 觉得我又帮他们就已经进了合约以后再重新谈下来。其实这些故事讲起来应该是有一大串。还有一次呢，是帮一个客人卖一个 Mountain View 的一个房子，那他的房子的结构呢真的是奇怪，你不能算是一个硬伤吧，但是真的是一个挺奇怪的，这家具就很难放。但是呢，我们又希望控制 budget， 又不想动大的结构，但是呢又不想让人家感觉就是 potential 的新的买家会觉得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就来来回回方案想了很久，最后呢出了一个方案呢，就把人家的注意力一进来不会太注意到摆件上面、摆家具上面，然后呢就会被我们的一些设计更吸引，然后就 getting excited。那这个房子真的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，是一上市就马上拿到了一个 all cash offer。同时呢，因为它的隔壁是一个 mirror image， 是一模一样的房子，但是呢他们也装修过了，在同一个时期我们比他多卖了20几万，整整22万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案例，并且呢，这个卖家呢，我们帮他们卖了3栋房，他每次用的话就是说，你们的服务、你们的效果、卖的价钱拉满，我也跟他学了，就是怎么叫拉满。所以他们就是说是每一个都是超预期帮他们卖了。那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想法，怎么样去突出它的 highlight， 怎么样去 minimize 他们的缺点，然后卖出最高的价钱。这就是我们说的哈，就是每个房子我们会多看一下，多用下心。我们的团队的人一起讨论怎么样去帮 seller 拿到最好的结果。第4个优势呢，那是我对房子的判断不是靠看出来的，是靠做出来的。
那很多人看房子的表面就是刷了墙、换了地板，或者是换了一下柜子，但我看的层面呢，远远不止这个层面。我每走进一栋房子的时候，就会看到它的结构，它的潜力在哪里，哪面墙可以动还是不动，采光能不能通过设计改善，对屋顶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些改动，让它能够有更好的采光，又让格局更大气、更高挑，然后做出来焕然一新。所以呢，经常我有的时候听到是有些同行也会说，你做的房子就是太漂亮，会卖得很好很好，我们可能买不起，但这个也是一种恭维吧。但听多了以后，我觉得可能 somehow 哪里我已经有点做对了。这能力呢，说实在也不是培训出来的，当然是对美是可能是有一些 sense 吧，但是最主要是还是通过了做了很多的加盖、新盖、ADU， 其实有好些房子被我们打造以后都成了一个小网红，这些都是越做经验越多，越有心得，然后就是更可以给客人 guidance。2年前有个客人私下跟我发一个微信说，姐，现在做你的客人太 lucky 了，比我们那时候做你的客人更 lucky 多了，因为你真的现在又懂了好多好多，所以听到的这一些的评论都心暖暖的。所以呢，就是我对我的卖家，我都会告诉他们怎么样收拾房子，哪里值得动，哪里不值得动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团队会有一个低调的一个报价，然后给客人就够了。你准备卖房子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跟我聊一聊，不用马上决定，大概聊一聊市场怎么样，我的房子大概是值多少钱，是不是好的时机，哪里我现在需要去做。那也就是因为经验，因为专业，更因为我一直站在客人的角度，所以呢，觉得能够做到今天。我在湾区从91年到现在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